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官方遗产线新推出的这款 C 级别的岩冲天，毕竟做到了 C 级别啊，盒子还是挺大的。官方线稿说明书篇幅会非常大，但是画的步骤相当累赘。配件内容：官方引以为傲的特效爆米花，一大堆啊，都是可以拔下来拆分的。放个记忆擎天柱，我们来对比一下身高，可以看到这3只恐龙的尺寸还是不错的。对于官方如今的这种玄学级别定义啊，这一次的岩冲天定义为 C 级别，我觉得诚意还是不错的，毕竟个头放在这儿嘛。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细节。其实我个人来说，对于 BW 这些系列的玩具啊，变成动物身上这种刻画出来的感觉，比涂装要好感度高上非常的多。龙头的造型刻画相当的精美啊，眼睛这里涂着亮亮的绿色金属漆，嘴巴可以打开一点点，幅度并不大，但是也能看到开盒的位置这一块里边的肉，哎，还连着牙齿，有银漆的涂装，但是没有舌头啊。龙的曲线过渡这块做的特别棒，包括腿部这一块的一些曲线质感啦、肌肉纹理啦、鳞片刻画了。但有些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最后也是涉及到合体的另一个形态啊，尾巴这里有非常多的扣子外露，活动范围嘛，只能摇一摇，你往上翘的话，这里脱肉了。武器可以藏在尾巴尖里边，这个也是老设计了。膝盖是齿轮关节，并且后方这里做出了仿液压的一个尾效果，也是当时岩冲天的一个设定啊。这里边确实有一个液压杆。算是你说它完全收纳包裹起来的一个龙形吧，还专门露一液压杆。再有胯部这里，这也是一个齿轮关节，虽然说是可以活动的，但是只要稍微的掰开一点点，肚皮里边就镂空了。你只能以腿部这个形态贴合了曲线，它才能遮盖得住。再加上裆部这里也露着一些机械的内构和空洞的地方，所以这个龙形只能这样摆放啊，遮盖上了。但又没完全遮盖得住，如盖。蛇颈龙被称之为尼苏湖水怪的，好像也是这么个玩意儿啊。肚子这一块圆滚滚的，流线过渡的都特别漂亮，身上的这种褶皱感，背后的这个渐变涂装，但可惜这一块是因为做到了转轴啊，所以并没有上漆。尾巴细细小小的尖儿，包括这些蹼一样的四肢，这都是软胶的材质。把玩起来还挺安心，哎，这块是硬的。肚皮下方这里圆滚滚、满满当当，也并不会暴露太多的机器人的零件。四肢根部都有关节可以活动。哎，我如果没记错，老玩具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弹簧的联动机构啊？遗产的把这个东西只能是当一个轴这样去活动。细长的脖子里边有非常多段的关节，随意摆造型，很爽。龙头刻画的也不错，嘴巴可以张开很大，牙齿舌头都有涂装刻画，很漂亮。但是，哎呀，这就是官方的传统，全是窟窿眼，太影响美观了。当然，说到铸造的过程中啊，如果把这些东西都铸成实心的话，这个地方肯定会缩胶的，所以挖槽是为了避免缩胶，但是还是希望如果能做一盖子把它堵起来就好了。估计后面这些配件包厂，尤其 DNA 肯定会把这个地方修一下吧。翼龙的这个槽点就有点多了。首先，脖子是一个直愣愣的棍子，它可以有一点点的活动范围，但仅限于鸟头的这2段关节。根部这里不能动，翘到这里是最大幅度啊。嘴巴可以张开，里边牙齿舌头刻画的也很精致，但是造型，尤其你摆可动的时候，就感觉很死板。翅膀上下可以忽闪，这里也能旋转，都是变形的需要。翼膜可以张开，但无法做到那种仿生的翼龙卧地的姿势，因为这一半翼膜啊，这个折到差不多90度就是极限了，里边卡住了。虽然说前方小爪子这里有一个球形关节可以扶地，但这里又没有前后旋转的关节，就很难调整。如果你想完美的将它趴在地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头还处在地里，所以只能展现一个飞行的姿态。后肢这里倒是有着不错的活动关节啊，范围啦什么的都可以。
再加上翅膀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用透明零件鼓起来的派系标志，很精致。好，接下来进入变形过程。我们先来组成一个3龙合体模式啊。后背这块盖子敲起来，这只就不用管了。蛇颈龙的变形是最多的，我们先把这一块盖子卸开，中间这里有3个特别大的插扣，然后肚皮整体跟背部分离，中间的这一块钩子翻起来，屁股后边的尾巴对折一下贴过去，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小卡扣去定位的，放好。上面的这半个翻180度，我们把这里先全部的打开，胳膊顺着这里先掰开这一段关节，折一个90度，然后再把这里翘起来一点点。中间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把这里推一下，横折，把胳膊延展出来。注意在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定位的扣子，让大臂和这个连接的关节放在一起。手臂展开，手掌这个位置和肩头有一个固定的扣子。这里边都是齿轮关节啊，还挺好评的。人形的大手摊开成龙的后肢，大脚丫子，两边一样的变形，转一下，把手臂扭到这边来，拳头再转一下，调整到啥位置呢？就是你看这个关节可以这样转，然后大拇指在内侧就好了。中间这一块核心在回落的时候，注意它前方有一个方槽，正好落在这里就行了，摆成现在的样子。这两片再立起来，合体的连接插扣翻折，把里边的这2片打出来。这个扣子上边有一个三角区，和这块面板连接，把它插住。另一面也是套进去，夹合形成这么一个框子。来看这边的结合位点，尾巴上这么多的卡槽就用得到了。这里边多出来的方块夹在这里，下方这里的2个插这2个黑色的零件，我们对准，先把这块顺进去，上下插合。掏出这一片盖子，刚才我们翻起来的这个插孔，外加一个 C 型的咬扣，结合尾巴上这里这个洞和左右的边缘，上边这里的孔位插这个桩。关键是尾巴必须你得调正了，再把这2个盖子压平掉，2个大的斜孔插这2块，黑色部分立起来的2个小桩插这2个洞。所以定位的扣子非常的多，我们慢慢调整一下，给它盖上去。后屁股这样就全部包裹好，然后这一块的3个扣再锁上。没有完成，继续拆开肚皮下方左右的这2个波点，通过里边的双关节向前翻折，再把尾巴此处的扣子锁上。调整一下造型，这一对齐，通过球关扭过来，这2个往前，然后脖子变成这样，尾巴蝎尾式的倒钩。哇，这样看起来整体的一体性就会好很多啊，非常结实，基本上不会散开。但是我最纳闷的就是这玩意儿是个啥？就直愣愣的放在这儿，还能动，我猜它是不是插到这儿了？自己插进去，算了，不管了，就搁这儿吧，这挡空洞的嘛。一龙掏出来变形一下，把这个膀子旋转180度，哎，脑袋就跟这么顺过来，然后把这个头跟这样窝一下，腿儿团起来，变成这样呢，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准备合体姿势。造型太羞耻了要，还是先把这个腿折开啊，我们腾出空间。妈的，这样更羞耻了。连接对应的插孔方圆
这里方圆。头顶这里其实还有个扣子啊，可以插在这个洞里边，看你怎么去调整吧。脖子还要夹到这个凹槽里去，所以扣点还是很多的。找一找，好，脑袋插入这里啊，填补后背的一个凹槽。但这个形态呢，其实应该把3个脑袋都露出来，这样。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暂停学一下姿势啊。然后这个盖子再插入这个，哎呀，怎么看这个姿势难度都很高嘛。哎，再把龙爪子往这儿摆，好了，这样就是3龙合体的一个形态了，算是一个融合系的怪兽吧。可能国外的一些小伙伴们会很喜欢这样的很酷炫的怪兽设定啊，确实也有国外神话中那种蝎尾狮是什么的这些造型啊。奇美拉是啥的？完成度来说啊，其实不算太大，毕竟3个东西的颜色对比度特别的鲜艳。连接的位置虽然说有非常多的卡扣，固定的相当好啊，但是却这一块空洞没有很好的遮盖，就是感觉强行连接起来的。而且这个东西在合体的过程中会显得非常的猥琐。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你就算有个这样的怪物，应该也是杂交系的产物吧。所以他们在合体过程中展现出来这种风格，我觉得是理所应当可以接受的。有道理。当然，这一套最主打的还是岩冲天的人形啊。我们先把它们都拆开，扣子扣得非常紧，卸还挺费劲的。拆就简单多了，把这扣眼都锁，直接锁开。来看下半身，先把尾巴跟这里撬开，从尾巴尖儿的部分掏出来这个大刀，扣的也很结实。这里边虽然说只有一个插扣啊，但是它根据这个刀纹路的形状，扣得非常紧。再加上这个刀是一个软胶的材质，纹理刻画还不错，特别柔韧。大脚丫的变形，脚后跟这里挺紧的，翻出1段折、2段折，把它的支撑稳定性搞定。再从里边翻出2个黑色的小零件，哎，相当于把爪子这里填补了起来。然后是膝盖的变形，哎，这一块设计的还算有意思吧？它做了一个假的这种液压，把这里翻出来，然后小腿肚子这里再往出抠，拉直这个关节，把这儿扣上。现在腿空了，我们把里边这块掏过来，这里有2个扣子，把这液压对上。又堵了空洞，又把这个液压杆连接在了一起。变好之后，把腿部打开，我们从肚子下方这里这个边缘掏开上方连接的2个小卡扣，这里往外翻，然后这一块往起翘一点点，从里边把这个零件卸下来。它在里边是一方一圆2个结合在一起的，上边折叠90度。下边的这一坨呢，我们就把这里 Z 字折叠卷过来，把这2个边缘往回窝。注意这个边缘的避让，空间还是比较紧张的。再把这里的扣眼扣上，堆叠起来，这个位置变成它的武器。掏出来剑刃，插上。上边这里的扣子啊，你可以进行2方向的调整，看你怎么拿舒服。这样握起来，像是那种带护手的西洋剑。这样折过来呢，你把特效件怼在这儿，相当于一个手炮，2方向的使用啊。卸下那个玩意儿之后，我们可以把中间的这个关节调过来，腿给它放正了，肚子这里左右分开，上方 Z 字关节往下压，填平。脖子这一块很漂亮的曲线啊，
算是嗓子、肚子的位置，填补到脑袋的空洞里面去。顺着这一块的缝隙，左右抠开，里边有前后的插扣。这里是一个双关节，往开搓一搓。小爪子这里专门留了一个孔啊，做定位。哎，这个就很好。爪子第一个不会乱动，第二个固定在这里，很坚固。把它拉开。上面这里的变形，我们把这块方盖子掀起来，旋转一个90度，注意这里边的凹槽对准，然后把这里左右立正，再横折90度，变成它很漂亮的胸甲。先不要盖，把它抠开。侧面的这一片翻下来，结合成腰部过渡的曲线，这个盖子拉开，变成侧面的单边肩甲。折蛹龙的这半截，打开这个扣子，折叠回去，把这一块缩下来，展开。哎，胳膊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差不多了，尾巴尖儿给它团起来，这两片回归。顺着这个角度看，双关节把它对折一下，龙皮反包，也是相当于把一个圆弧形变成了这个方框，反折叠的一个结构啊，里外面翻转，很好玩。龙脖子的这个盖儿，咱们就调到这儿先。身体和手臂的部分就有了。最后要呈现什么情况呢？这里有一个扣子，插在脖子下方的这个洞里，让这个蛇颈龙的头卡在这儿，后边这脖子就扭一扭就好了。调成这样，胳膊顺着这些齿轮关节都掰下来，手摆好人形的位置。它这个里边是做了一个圈的，其实有点影响手的美观啊，但是可能考虑到指节的握力不够，握武器的时候还是多做了一个洞。哎，胳膊和后背就搞定了。掏出刚才我们这个很猥琐的翼龙，顺着脖子把肚皮盖子180度掀开，两个爪子就往上翘一翘就行了，翅膀转到这个方向，哎。脖子折上来，先放成这样。开始合体，拿起翼龙和蛇颈龙来。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翼龙就是个核心战机吧，主要是头部的部分啊。通过这个插扣和后方的两个孔对应插进去，找好定位，掏过来。主要也是翼龙的这两只腿别绊着。后腰这里有两个大的插扣是主要固定点。好了，调整一下，应该是完美契合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大插扣对应这儿，蛇颈龙的肩带对应这里，扣合。哎，于是这样就相当于前后夹心儿，中间抱着这个翼龙的姿势，一个娘的姿态结合在一起，非常的结实啊，合体性很稳固，完全不会散开。翼龙的头再折叠一下，塞到肚子的缝隙里，上边的两个爪子叠一下，把这个关节窝进去，进行 Z 字折叠，套放在肩膀上。最后我又重新调整了一下这个蛇颈龙的脖子，这里边虽然关节多，但是如果想完美卡在肩头的话，还挺难调整的。基本上就扣成这个样子了。尾巴横转一个90度，屁股盖子就放在这儿，你想往哪面转都行，放这边吧，不会暴露螺丝啊，就这么随意的耷拉在这里啊，斜着一翘。倒是设定里边，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后腰上别着的一个刀鞘，也太累赘了。那么给它全部组合完成，这一款 C 级别的岩冲天就搞定了。造型方面来说，人形还是非常帅的，很好看，尤其这颗头雕。其实这一款的造型是不是或多或少参照了一下永井豪的恶魔人啊？脑袋上面这两个巨大翅膀很像啊。再加上这一块透明零件嵌出来的派系标志，肩膀侧面这里不对称的金色肩甲上也有一个同款，非常漂亮。用现在的美术风格完全重修的一款岩冲天，曾经被称之为第10天的作品。
这个角色其实魅力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于 BW 玩家的心目中，这款当时来说老玩具是一个神作。无奈老玩具的价格太贵了，现在炒得没边了。如今遗产线能把它重置出来，美型这一块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变形的结构也是基于原始的老玩具设计，改动的幅度其实并不大。老玩具该怎么合体，该怎么变形，其实就跟之前 BW 的虎鹰啦、大飞狗闪电啦这些元素是差不多的。说白了呀，就相当于一个游戏界的重置版，还没有像《生化危机》《最终幻想》重置版做的那么的颠覆啊，最多也就是个画面加强版吧，相当于打了个 mod。但就算只是这样简单的高清重置，也是能让变形金刚玩家嗨到不行的。身材比例方面也并没有出现如今自围城到遗产遗留下来的那种压扁型的16:9身材，这款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匀称的。板件材质厚实扎实啊，玩的过程中也并没有出现任何危险的迹象。身上的卡扣众多，不论是哪个形态，扣合的完整度都很高。除了剑盾的形态，翅膀尖上边同样保留了双刀，扣下来就可以握在手里边了。也不会影响到翼龙整个双翅膀的一个造型。尤其某些角度来看，这个头雕真的霸气十足，难怪曾经被翻译成地势天，确实也有那个气场在里边。仔细看细节，我貌似发现这算不算中奖？好像和说明书它这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人形合体后翅膀头胶面冲前，怎么这个完整面冲前呢？反而是变成龙形以后，翅膀的这个后边有大量的头胶空洞。我还说没中奖，这地方这俩零件反了。到手的玩家们可以看看是不是跟我视频里边的一样。如果我没猜错，这个零件应该是为了保证龙形的一体性，肩膀这里做一个圆润的过渡。人形的时候头胶面是冲前的，但这个角色我觉得应该是玩合体的人形比较多，把头胶面藏到后边也还行。这个算中奖也不算中奖，如中。翅膀根部还有一段独立的上折关节，翻开以后脑袋左右旋转，可以稍微的腾点空间，但毕竟这肩膀的东西太多了，左右大概45度极限了。这一侧的肩胛可以撩开，增加它的活动范围。肩膀齿轮关节可以大于90度，360度旋转也是齿轮，没啥压力。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齿轮关节双段的曲臂，活动范围非常的巨大，毕竟是变形的需要嘛，而且变成那个三龙合体需要齿轮关节去支撑。手腕左右独立的旋转，前后这里也有一段活动关节，四指和拇指可以打开，变成龙形的那个爪子。腰部其实是有左右旋转的，但是需要把这些累赘的装甲打开，幅度也只有一点点吧。侧裙甲翻起来，前踢齿轮关节很稳定，90度，没有虚位。这官方现在的品质竟然提升了这么多啊！后踢也能踢到90度。侧踢就是一个简单的轴了，并没有齿轮关节，目前看阻尼感还可以，毕竟这个玩具很重嘛。大腿根部左右旋转，膝盖齿轮关节，甚至里边还做了挡肉，哇，很 nice 啊！折动个120多度没问题。大脚丫左右整脚面的接地，而且脚的幅度非常大，支撑起来没问题。在龙形情况下，这个脚踝是活动的。变成人形以后，用后边的这个黑色零件把它完全锁死了，所以在支撑上边也是起到了一个稳固的效果。整体来评价一下吧，之前我对这款产品其实抱有的期待值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说也担心自己毒奶它翻车掉，但实物展现的素质竟然还不错。虽然说它也仅在原有的老版玩具结构之上进行了一些美型优化，但这个角色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就足够了呀。因为老版的玩具设计底子已经完全足够优秀，只是如今的审美再加上如今的可动，增加一些关节就很好了。这就翻回来说，官方那个整活系列现在重置的 G1造型擎天柱也是增加一些可动关节，原有的变形机构不变，甚至后边还出了大黄蜂和飞过山的消息啊。虽然感觉整个在设计上面很偷懒，但是有情怀的这些老玩家，他需要的很简单，这样就足够了。话题扯远，说回这回的岩冲天。
我觉得啊，这一次对于 C 级别的这个定位是很满意的。之前官方出过很多完全不属于自己级别定位的产品，比如说用一个 V 级别的加一些配件，它就敢当 L 级的卖 ，L 级的再加一些配件当 C 级的卖，这样的数不胜数的产品，让很多朋友们对如今的官方真的良心上边大打折扣啊！反倒是这一次严冲天各方面的素质，就完全可以达到一个 C 级别该有的这种指挥官级水准。全身大部分关节都使用了齿轮来支撑稳定性，料子也很厚，摸起来也很润泽，再加上这种鳞片刻画出来的质感，涂装方面各种造型都是很满意的，一款可以让老 BW 玩家嗨起来的作品。无奈身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中奖的问题，但我觉得都不太影响整体的一个素质啊，甚至觉得这个奖中的还挺满意的。把这两个零件翻过来，人形起码有一个更好的完整度，再加上身上非常多的卡扣，让这个稳定性、一体性都十分的满足。我十分喜欢这种变到位，一个卡扣等着你扣上去，结结实实的感觉。那么的，官方遗产线这套 C 级别的严冲天就是这样了。大家觉得这套产品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